这一台是 Air 2，这一台是 Mavic Pro。你猜得出来这个画面是哪一台飞机飞的吗？嗨，大家好，我是姚哥。空拍机怎么选择？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安全，第二个条件才会是价钱。今天要讲的是 DJI Air 2。今年大疆出了3款我非常想要入手的飞机，目前我已经有 Air 2了。另外2款我想要购买的原因是 Air 2S 它有1英寸的感光元件，即使在低亮度的情况底下，它也能够拍摄出一个高画质的画面。那 FPV 呢，是因为它的头盔戴上去真的很帅。这3款飞机到底要怎么选择 ？Air 2还值得购买吗？DJI FPV 这一款穿越机，它就是结合了第一人称视角以及 VR 模式，来创造出一个沉浸式的飞行感受。当你头盔戴起来，就像是变成一个飞行员或者是一只鸟一样，翱翔在空中，而且还能够体验速度感，超帅的。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在 FPV 这一款飞机开卖之前，你就已经买了 Air 2的话，也不用难过，因为它有 FPV 模式，你不知道吧？我们先来比较一下 Air 2跟 FPV 这2款飞机有4大差异。第一个是避障功能。Air 2它有前面、后面跟下面的避障 ，FPV 它只有前面跟下面。第二个是 Air 2它的翅膀可以折收，但是 FPV 不可以。第三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 ，Air 2它一颗电池可以飞34分钟，而 FPV 它可以飞20分钟。第4个就是抗风性 ，Air 2它可以抗到5级风 ，FPV 它可以抗到6级风。如果你的预算有限，这2台飞机你只能买1台的话，那先来看看我怎么把它伪装成 FPV。首先你要准备几个东西：便宜的 VR 眼镜，1条比较长的传输线。我是用 iPhone 送的原厂的线，这个长度就够了。第3个，你要准备手机的 App。那我使用的是 VR Pro， 是因为它免费，而且它还有 VR 体验。不过它的 VR 体验只有1分钟而已，但我觉得已经非常够用了。在 App 的部分，你要记得打开头部追随的功能。当你头移动的时候，它的镜头也会跟着动。接着戴上眼镜，你就能化身成为小鸟或者是飞行员，进入 FPV 的世界了。提醒你，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才能这样子做哦。超酷的！所以如果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底下，我还是会选择 Air 2。它的优点有几个：第一个 ，Air 2它的价钱比 FPV 还要便宜；第二个，它的画面是可以 Room In 跟 Room Out。如果有目标物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它可以用数位变焦来进行 Room In。虽然这个功能我从来没用过。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想要玩 FPV 模式，你只要搭配上 VR 眼镜，就可以随时进入 VR 的世界。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 VR 眼镜比较便宜，所以会有头晕的状况产生。可是我实际问过玩 DJI FPV 的玩家，他们说刚开始操作的时候也是会有头晕的状况，但是久了这个状况就会改善。那选择 Air 2有没有缺点？有。第一个缺点就是不够帅，我觉得 FPV 的那个头盔戴上去，整个帅度会破表。第二个就是它的速度绝对没有 FPV 穿越机这么快，但是我觉得是够用的。第三个就是 Air 2它的 FPV 模式，它只能左右倾斜，不能翻滚。真正的 FPV 它是可以翻滚的，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是缺点，因为它可以后置，就像是这个样子。那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你很有钱的话，我会建议你 Air 2S 跟 FPV 都要买。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入手了 Air 2，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就继续飞吧，因为它是目前我认为大疆产品线里面 CP 值最高的空拍机。最后呢，新手可能会问一件事情，就是那 Mini 2跟 Air 2要怎么选择？我个人完全不建议没有避障功能的飞机。如果你是新手，请你直接入手Air 2。今天影片的最后，我要送上这一颗彩蛋，这是我飞行大概8个月的时候，我以为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我还是摔机了。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有避障功能的飞机了。我是姚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